中国丝路西安到新疆，三道岭到红山口到七克台镇。今天又是一个炎热的天气，在高速公路旁常可以看到这样类似的饮料罐。今天我们就来研究研究大卡车司机的健康问题吧。图片1，这个司机先生喝的水有点少哦。图片2，这个司机先生的健康看来堪虑了。图片3，光看这个保特瓶，身体应该是健康的。接着路边我居然看到了一只恐龙，真是太神奇啦，杰克！然后迎来了今天的第一次爆胎，然后是第2爆、第3爆。记得我说过我在哈密买了4条内胎，今天一次性的就用上了3条。更糟糕的是我忘了买补胎片，不过上天是公平的，我忽然开始捡到钱了。第一次是1元，再来是5毛，最后是2个1毛，破了3次胎，捡到了3次钱。平均来说就是捡1次钱，破1次胎呗。我真的很怕再捡第4次钱，因为我只剩下1条内胎而已了。最后的15公里，我遇见了大逆风，搞得我要死要活的。终于在晚上太阳下山之前，大约是9点半，我到达了红山口。就这样结束了今天的这一回合。第2天从红山口出发前往鄯善。红山口不愧是有名的风区，路边至少上千只的发电风车。听说风车转一圈就是赚了人民币1块钱，这边一天不知道能够赚多少钱啊！我在休息站时吃了前天在三道岭买的哈密瓜，天哪，真是太美味了！除了果肉甜美之外，靠边边的部分咬下去是脆的感觉，而且这颗哈密瓜才4.5元人民币，合台币才20块啊！我切成了6片，把它吃完了。像这么好吃的哈密瓜，就算切成12片，我也吃得完啊！吃完不久之后就开始下雨了，进入了鄯善东收费站。正想要从收费站旁边偷偷的骑过去的时候，我被叫住了。我立刻乖乖的骑过去配合拦检。是要登记吗？不是登记，我是看你没什么水了，叫你过来送你2瓶水而已。真是足甘心的公安啊！我进新疆以来还是第一次遇到。平常的收费站有几种状况：一是超严谨的检查加登记型，比如进新疆边界的星星峡；再来就是对单车视而不见的宽松型。这时候只要从最外侧骑过去就可以了。然后是介于2者之间的中间型，要你登记一下，然后就放你走了。会送水的我还真是第一次遇见。进入鄯善的地界，开始看见葡萄园了，还有风干葡萄干用的房子。在90公里处的南湖服务区，我遇见了新的车友小武，他这身装备啊，看起来比我还要多啊。原来他已经出来40天了，还没有1天住过宾馆，是个非常会找地方露营的专家。当下我立刻决定我要跟着他找地方住，来增加我的经验值。果不其然，骑了10公里左右，我们就找到了加油站旁刚刚盖好的空屋。问过加油站旁的警卫，确定可以以后，我们就入住了。今天扎营点根本就是豪华别墅啊！七克台到莲木庆到吐鲁番。今天出发的第一个目的地是进鄯善县城，因为我得买新的补胎片组合。走高速公路不久就进入鄯善东交流道，下来立刻遇到安检。在新疆一天遇到3-5次安检都是很正常的事情。排在我们前面的是一对维族的老夫妻，正载着一整3轮车的哈密瓜呢。我还在想说，刚摘收的瓜要是能够买1颗来吃，那不知道有多好啊。说时迟，那时快，3轮车老夫妻慢了下来，居然送给了我和小武1人1颗哈密瓜。于是我们当场就停下来，在路边开吃了起来。虽然语言不通，但是实在是太感激了。进入鄯善县城之后，一时之间我找不到买维修组的商店，也是遇到一个一般商店的老大哥，骑着他的3轮车，载着我俩去好远好远的地方买。这几天受到的帮助实在很多，也感受到了新疆人的淳朴与善良。晚上跟着小武，又学到了如何找新的露营地。
这次我们露营在一个还没有开张的市场，这边没有找到管理员，所以我们先去附近吃晚餐，等太阳快下山的时候，我们再搭帐篷。因为听说明天翻越火焰山会很热，所以我们今天刻意停留在山脚，等明天再进吐鲁番。第二天凌晨煮过早餐之后，我们就往吐鲁番前进了。一路经过了高昌故城，还有《西游记》里的火焰山，这两个地方都没有引起我想要花钱买门票进去看的欲望，所以我只在火焰山的景区外面简单拍拍照就继续前进了。由于上午出发的比较早，下午2点钟已经进入了吐鲁番市，也正是和来自河南的小五告别。我今天要停留在这里，而小五要继续往南疆走，他不进乌鲁木齐。很感谢小五打开了我露营的世界，原来在中国的露营方式是这样的啦。保重啊，小五，希望有一天能够在台湾见到你。今晚入住的是吐鲁番的小毛驴青年旅馆，还真的养了2只小毛驴，除了挺热的之外，一切都挺好的。但是平日的温度居然有45度，也和青旅的大家都混熟了。明天我就要继续往达坂城前进了，顺利的话，后天就要到乌鲁木齐了。现在来猜猜我这2个月瘦了几公斤？猜对的人，我将夸奖他，好棒棒！请带我到乌鲁木齐的青旅中称重以后，再让大家知道答案。中国丝路西安到乌鲁木齐完成，吐鲁番到达坂古城到乌鲁木齐，又到了撒花的时候了，因为丝路段终于完成了。中国骑了5000公里，除了车载90公里外，其他一步一步都是骑车或牵车来的。公布一下我的体重答案，从这一台看起来很不靠谱的体重机来看，我是62.5公斤，也就是我瘦了12.5公斤。由于大家都没有猜，所以大家都很棒。这2天的旅程，请听我娓娓道来。早上从吐鲁番出发之后，比我想象中更困难的是，今天是一路完全没有停歇的上坡。快到中午12点的时候，我看见路边有3台单车，还有3个人躺平在路边，因为他们正在睡觉，所以我没有打扰他们。等到我要休息的时候，他们却快速的通过了。所以今天我没有遇到新的伙伴。今天除了爬860米的坡以外，就是下午过后的逆风伴随着我。我初估了自己目前的能力，我发现用140公里减掉爬坡除以10米，就是我骑乘的里程数，让我不会觉得累的数字。而今天我骑了140公里，减掉860米除以10，就是等于54公里。所以我骑了84公里，远远超过了54公里。也就是说，我今天累毙了。到太阳下山以前，一度差点找不到搭帐篷的地方。幸好在太阳下山前10分钟，我终于在桥下找到了合适的露营点，平安地度过了这一夜。第二天，我很快地经过附近的达坂古城，也就是那条达坂城的姑娘的歌描写的地方。因为就在路边，一看就看光了，所以我就不进去了。路上看到这位警察趴在围篱边，不知道在看什么，所以我特地为他拍照留念。昨天没爬完的坡，今天要一次补上。因为吐鲁番是盆地谷底，总共要爬1100公尺这么高才会出盆地，而这更是有名的风区。建议大家如果要爬坡，一定要早，下午肯定会刮强逆风。路上经过了一个骆驼群，感觉比那些让人在景区里面骑乘的要有真实感的多了。就这样一步一脚印，我终于走完了中国丝路段，5倍于台湾的路程。累吗？很累，所以我要在乌鲁木齐休整几天，先办塔吉克斯坦的网路签证。办好以后，我再从北新疆往南新疆移动到喀什。顺利的话，我将从那边进中亚塔吉克斯坦，也就是我在中国的第3段路程——南北疆翻越天山路，请大家期待。这次的路线是从三道岭出发，到红山口，到七克台镇，再从七克台
经鄯善到莲木庆，然后到吐鲁番，再从吐鲁番到达坂古城，最后到达乌鲁木齐。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的话，请记得订阅、按赞、分享、开启小铃铛哦。你的订阅将会是对我很大的支持。朋友，我们下个影片见。